別看這只是一篇點評古裝戲的普通文章，通篇文字看似在談論歷史、評價戲曲劇本，背後卻藏着一場驚心動魄的高層權力交鋒。上海方面暗中籌備，秘密發文，強行推動全國轉載。時任北京一把手彭真強硬頂住壓力，全軍按兵不動。為了守住學術底線，他專門出台中央文件規範輿論，硬生生擋住席捲全國的批判浪潮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這份合規的中央文件最後反倒成了他的罪證。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文匯報刊發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，整篇文章看着是點評歷史戲曲，內裡暗藏尖銳政治指向。劇本作者吳晗，當時身兼北京市副市長江青、張春橋，提前在上海秘密籌劃整篇稿件，全程沒有提前告知北京方面。文章出爐後，特們立馬催促全國各大報紙同步轉載，但北京所有報刊、人民日報等權威機構全部按兵不動，10多天始終沒有刊發一個字。彼時，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北京市委第一書記，同時兼任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，統籌全國文藝學術領域的相關工作。在彭真看來，海瑞相關的討論只屬於學術範疇，不能隨意給學者扣政治大帽子，更不能沒經過中央統籌單方面發起大規模批判。他明確表態，評判對錯要擺事實講道理，不能一上來就定性敵我矛盾，強行打壓知識分子。面對上海方面持續施壓，彭真始終沒有鬆口，各地遲遲不轉發這篇充滿批判意味的文章，也因此被扣上針插不進、水潑不進獨立王國的評價。外界都覺得北京當局刻意對抗上層風向，矛盾越積越深。為了穩住局面，1966年2月3日，彭親自召集文化革命5人小組全體會議，起草一份管控學術批判的文件《2月提綱》。文件中清晰地劃定了學術批判的邊界，所有文藝、歷史爭論限定在學術討論範疇，堅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反對隨意上綱上線、亂扣帽子。這份提綱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討論，2月12日正式下發。全國各級黨組織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場風波就此平穩收尾的時候，真正的風暴才即將來臨。這份原本用來降溫的文件，從下發那一刻就埋下巨大隱患。康生等人隨後向中央匯報，刻意歪曲2月提綱的核心意圖，指責彭真刻意阻攔批判運動。風向正在悄然轉變，原本用來規範爭論的文件，轉眼成了被重點批判的目標。一邊是主張實事求是、區分學術與政治的彭真，一邊是步步緊逼的批判陣營，雙方的分歧已經無法調和。一份試圖攔住極端化運動的文件，最後迎來怎樣的結局？彭真作為政治局委員，又因這件事承受了怎樣的衝擊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曉。